大家好，欢迎收看《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第10集。今天我们来聊聊负能量。所谓的负能量，是指那些会对我们的内心产生负面影响，引发不良情绪和行为的能量。这些能量来源有2种，一种是来自我们内心的不良情绪和思想，另一种是来自外界的负面因素。来自我们内心的负能量，通常是由于我们未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思想所导致。例如，如果我们经常感到沮丧、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能量会积聚在体内，形成负能量场，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而来自外界的负能量，则通常来自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环境，例如工作压力、人际关系问题等。这些能量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我们的心情与思考，进而产生负面的情绪和行为。那么，负能量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能量是由一些类似于类固醇的化学物质所产生。这些化学物质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这些化学物质的分泌，就能够减少负能量的产生，让我们感到更加愉悦和轻松。情绪在人类生命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有深远的作用。最近的研究显示，情绪也会改变我们身体内部的筋膜和电磁场。筋膜是人体中一种非常关键的结缔组织，它与肌肉和骨骼相连接，起到支撑和保护身体的作用。一项2019年的研究显示，负面情绪不仅会让筋膜的运动功能产生变化，还会导致筋膜变得紧绷，进而引起身体不适和疼痛感。这些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筋膜和内部的电磁场，都有深远的作用。最近的研究探讨了情绪如何改变人体筋膜组织状态。研究人员对一组年轻健康人进行了情感诱发实验，并测量了他们腰部和背部筋膜组织的生物力学性质。结果显示，负面情绪会增加筋膜组织的硬度和刚性，可能对筋膜的结构稳定性和运动功能造成不利的作用。此外，情绪还可能对人体的电磁场产生变化。2009年的研究发现，正向情绪可以增加人体的心电图振幅，而负向情绪则会降低心电图振幅。这表明情绪可能会对人体的生物电流和电磁场产生作用。还有其他小型研究探讨了负面情绪如何改变筋膜组织。例如，2017年的研究表明，负面情绪会引起肩胛骨下方筋膜组织的疼痛和压力感。在2013年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刊登了一篇研究，发现负面情绪可能会降低人体生物电磁场的频率。该研究对30名健康志愿者进行了测试，让他们参与一个引起压力的语言任务，然后进行生物电磁场测量。研究结果显示，压力会导致人体生物电磁场的频率下降，表现为频率较低和较不稳定的情况。这些研究表明，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人体生物电磁场而损害人体健康。此外，外在的电磁场也可能对人的情绪产生作用。
早在1970年代，科学家就发现地球磁场的变化会改变人类的情绪。例如，美国爱荷华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球磁场强度减弱时，人类的情绪会变得负面。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当地球磁场的方向改变时，人类的心率和血压也会随之变化。我们生活在周围的环境中，太阳释放的高速风包含电磁辐射和带电粒子，可能改变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如疲劳和失眠。这是因为太阳风会干扰我们身体的生物电磁场，进而改变情绪和认知。另一项研究表明，低频的电磁场对生物体有益，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减少压力，提高正向情绪。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暴露在低频的电磁场下，体验到较少的压力和焦虑，并且情绪更加稳定。综合以上研究，太阳风对我们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但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方法。例如，暴露在低频电磁场下，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和情绪状况。在一项2016年的研究，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追踪筋膜在不同频率的电磁场下的变化。结果发现，30至40赫兹的电磁场会明显改变筋膜的形状和结构，50至60赫兹的电磁场会导致筋膜中的纤维结构变形。这些研究显示，外在的电磁场会改变人体筋膜状态。近年科学家的研究也指出，身体外的和生物电磁场对人体筋膜有影响。一项2018年的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高频电磁场下的实验动物会出现筋膜结构变化和纤维化现象，可能导致身体不适和疼痛。人类长期暴露在高频电磁场下，也会出现肌筋膜疼痛和疲劳等问题。研究显示，不同身体部位的生物电磁场强度不同，且与筋膜健康状况有关。生物电磁场会改变筋膜的弹性、强度和韧性等方面。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身体外和生物电磁场可能对人体筋膜产生作用。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潜在的健康风险。你是否常感疲劳、焦虑或沮丧？这些情绪可能来自于环境中的负向能量。然而，你可以学习如何分辨和应对这些能量。首先，要注意负向能量的存在，并区分它是来自自己还是外在环境。除了避免负面环境外，我们也可以透过情绪调节训练来应对负能量。这意味着调整自己的情绪，以适应不同的社交和环境需求。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首先，进行深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释放负面情绪。当我们感到紧张或焦虑时，可以试着慢慢吸气，再慢慢呼气，每次呼吸的时间都尽量延长。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放松身心，减少负向能量的作用。接着，写日志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助于调节情绪。当我们感到不安或烦闷时，可以试着记录自己当前的情感和想法，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负向情绪。此外，运动也是释放负能量的好方法。它可以提高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负面情绪。进行适度的运动，例如慢跑、游泳、瑜伽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感到更加放松和舒适。最后，寻求支持是应对负向情绪的重要方式。
与朋友、家人或专业人士交流，可以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找到一个可靠的支持系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负向情绪。总之，在从第1集的冥想开始的过程中，我们一路探讨了筋膜、生物电磁场以及玄关的秘密。透过这些知识，我们了解到情绪对于修行、成佛有多么关键的影响。若想同时缓解情绪并消除外在负面能量，可以利用第1集的冥思和第4集的持准提咒。方法是将凝思的注意力放在情绪上，并逐渐调整呼吸和念诵咒语，这样可以迅速舒缓情绪，让你感到平静和轻松。现在就试试这个方法，只需专注于呼吸并持续超过半小时，你就能感受到效果。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留言、按赞与分享，点击下方订阅，持续锁定关注唯意仙学修炼课程频道，持续学习更多关于仙学修炼的知识。祝您每一天都欢喜自在，豁达开朗。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